大家好，我是以赖。之前看到日本新闻说秋刀鱼大丰收，一扫去年秋刀鱼的高价，我想吃吃看秋刀鱼的生鱼片，就请元烧老板帮我买一点。这个是日本进口的冰鲜秋刀鱼，我买的是最大尺寸的 14P2K， 就是7尾鱼加起来1公斤的尺寸。这个是我去超市买的冷冻秋刀鱼，这个是3尾105元，我早上放冰箱解冻了。这个解冻之后看起来状态也是蛮不错的，之前有看过全联有卖3尾45，那我今天没买到。这个闻起来也没有什么腥味，处理的流程也不错，我打算要拿来烤。这个皮有一点破损了，它的包装袋上写仅供熟食使用。这种秋刀鱼1公斤是1490元，一尾140克的话差不多是210元吧。因为这个是北海道冰鲜空运的，所以所有的成本都花在飞机跟车子上。这上面有满满的碳足迹，所以永续仔千万不要吃哦。来处理要生食的部分，很简单，像煎缩、水蒸飞鱼一样，头切掉，肚子割开，内脏拉掉就完事了。这个鱼干我看过有一种做法是留着做酱料，但我印象中这种鱼的内脏是苦的。我太太都叫它苦苦鱼，她小时候也常吃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都是满满的秋刀鱼，因为便宜。我记得我买过1条5元的。我有准备一锅冰水准备降温，但这个鱼油太多了，泡下去整个水面都是油。这个鱼腹部油脂很多很薄，不要用刷子去刷，很容易刷烂。用指甲稍微刮一下，血块刮出来就好。这种油脂很多的状态，上次去北海道看到有很多，像是很肥的沙丁鱼、飞鱼，都是这种状态。鱼长得不大，但油很多，鱼刺也超多。有些人特别喜欢这种油脂很厚、腥味有点重的奇妙味道。我上次去北海道的根室花丸就吃了很多，搭配大量的姜丝跟芥末，快要赶上卤肉饭的油腻感。在处理第3条秋刀鱼时，下刀就觉得有点不妙，刀尖没有阻力，鱼腹的切割面不平整，像是被撕裂那样的破口，这代表腹部的鱼肉非常软散。果然，内脏发黑，变成一坨膏状了，不是完整能拿出来的状态。你看这个鱼腹骨已经脱离鱼肉了，因为鱼腹膜很薄，油多肉少，在运送途中只要冰打得不够，腹膜就会糜烂，导致鱼刺突破腹膜跑出来。这种情况在青鱼沙丁鱼都很容易发生。有的时候是鱼确实有泡冰水，但是冷度不够低，或者是鱼漂在水面上，一半有冰，一半没有，这都容易发生烂肚。那这一尾也烂了，打开就是一股油烧的味道，算不上难闻了，就是一种腐败的香气吧。买鱼的时候，有时候外表看起来 OK， 但鱼肚子摸起来软软的，有很高的几率就是烂肚。买到烂肚的鱼回家，你就会肚烂，1公斤1490元，加倍的肚烂。你觉得1公斤1490元很贵了吗？ No No No， 你还要扣掉鱼头、内脏、鱼鳍、鱼骨、鱼刺、鱼皮、鱼尾，再修掉一些不要的边角料。最后剩下能做生鱼片的纯肉，可能剩下一半或是更少，所以这个秋刀鱼生鱼片的每克单价会超过黑尾鱼的赤身跟中腹，而且这个只是成本价哦，还不含处理的工钱、服务什么的。秋刀鱼生鱼片呢，早已不是我太太说的苦苦鱼了，每一口都是钱的味道。你看我都处理得非常小心，割坏一点点都会觉得很心痛。我年轻的时候相信一种说法，人要看悲剧体会人生，所以看了很多苦情悲剧，对于烤过的秋刀鱼内脏接受程度很高。长大了以后觉得人生太苦了，看多了现实生活的悲剧，连带着对苦味的接受程度也降低了。我现在就只想吃点好的、鲜的。那鱼腹部越长的鱼，身体中间的刺越多，腹部一整排的刺跟腹膜都要修掉。跟飞鱼一样，臀鳍骨长得很里面，有一段肉要整个切掉。
那还有一种切法是从里面把脊椎跟腹股的连接处切断，反过来轻轻划一刀，不要切断鱼骨，直接用手撕掉。这样子做法好像会损失更多鱼肉，但更有效率。喷一点冰盐水，吹个冷风压制一下血味。这每一条肉成本差不多是100元，花的时间无价。那这个烂肚的就不吃了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个很贵耶，还是要试看看。反正医院离我家很近。这并没有臭味，应该没有腐烂，只是没有冰好。油烧氧化的程度稍微高了点，用大拇指刮一下，鱼刺就会弹出来，像处理沙丁鱼那样子。鱼腹部的鱼刺就弄掉了，但这还残留了一些鱼腹膜，腥味比较重，没关系，炙烧一下就能完美覆盖。还是老话一句，这是我的个人行为，请不要作为你行动的依据。吃进肚子的东西自己要小心。那今天顺便要试菜，这个是元烧老板做的韩式酱蟹跟酱虾，我觉得可以带去频道会员家里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要偷懒哦，是一个分享的概念，分享好东西嘛。但最后有没有带出去呢？还是要先试过。它这个是没有杀开，直接腌制的，腌好了以后用负60度冰箱冷冻1周。冷冻过后肉质当然会有所损伤，但是风险能降到最低，只要有好好的解冻就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是胭脂虾，这个尺寸很大，腌制之后肉会微微的缩，壳很好剥，肉更紧弹。吃起来很甜，没有新鲜的时候那么软，这个完全可以。秋刀鱼还没有弄完，还要拔掉中间血河的鱼刺，这个鱼刺很多，要拔很久，用比较宽的镊子拔鱼刺，一次拔个3根4根会比较快。拔的时候还会顺便拉走一些鱼肉。刺拔完要拉掉鱼皮，像竹夹、青鱼、水蒸那样，拉掉最外面那层薄膜。终于弄好了，这不只是单价高，还很搞刚。来烤冷冻的秋刀鱼，鱼皮容易粘黏破掉，用铁签架着，降低接触面积。盖个盖子加热效果比较好。这跟我从小对秋刀鱼的印象一致，秋刀鱼应该是捕捞到就在船上冷冻，一直冻到回港再分装来卖。听元烧老板说，烤秋刀鱼要用冷冻过的才好吃。这个是烂肚的秋刀鱼，先炙烧一边，再搭配姜泥或山葵酱就没问题了。压不住怪味的话，再拿来炙烧另外一边。这个冷冻秋刀鱼的品质不错，油蛮多的，烤起来很香。你不要小看这一盘，这样一盘啊，500块。真的假的？我想想看，450啦，差不多450，因为还有1/4没在这里。那个粉红色跟皮中间有层薄薄白白的，那都是油。哇，它这个北海道的鱼。可是我觉得整块肉都是油的对，它超油。它这一下去，酱油上全是油，就一块。哇，这酱油看起来很好吃。口感不错，但就我可能没有弄好，有一点点那种内脏的味道。内脏的味道是什么意思？干的味道，这一块没弄好，可能沾到一点腹膜，就是有点苦苦的感觉。没有苦，
吃起来很像我们在北海道那个露营车上有一次在川路吧，买的那个泥杏的那种油脂感。来，我觉得可以。哦，好，来。姜味真的是会把你刚刚说的那个干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掩盖掉它，但是尾韵是有一点点余味。一开始我觉得初期的口感是比较软的，很软很油啦。尾段的话就是有嚼劲。臭臭味。可能适合做握寿司啊，对，再配白饭。然后用一个瓦萨比。这一块鱼啊，是那个烂肚的，就是它的肚子里面的那个肉已经糜烂，是超过，更油，就抿一下就化了，入口即化。你不是很喜欢那个煎缩吗？对，它比煎缩更软，这样子弄，然后往旁边拨，脊椎骨就会露出来，就这样。尽量不要弄散，因为它这个刺就会在你拉的时候，尽量会一起拉上来。大人都会吃这个鱼，阿公很喜欢吃这个，转一转，一起拉走。然后内脏那边看有很多这个刺嘛，对，你就把它剥开。我阿公都叫我吃这个，他说这个就是希望你卧薪尝胆，精华他希望我体会人生，我来体会一下。好苦，但是吃到后来很香，那个干的味道很香。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吃的，小时候就蛮喜欢，可能吃习惯。但我们这吃的是稀饭，那里面有一点软，像这样橘色的，这就是那个鱼卵。有没有？其实很像，但是你要烤到全熟。哇，好苦！但吃到后来就会回甘。人生的滋味。舒坦。剥完以后，它这整条肉就会比较容易吃。就是那个味道，不过我觉得烤得不错，不干柴，软软的。元烧老板做的菜，新菜色，味道不错，真的。他再把它腌制，然后冷冻过。口感很好，很甜，吃起来就像牡丹虾那种口感，好吃。